家人朋友们，欢迎回到地产实验堂哈。这个现在是我们的 Christmas season， 对不对 ？Christmas 到喽。请问 Christmas 都要干什么呢？去玩。去玩就必须要有地方可以 lodge， 对不对？可以住，对不对？住宿，对不对 ？accommodation 嘛，对不对？那今天要谈到一个大的话题，Airbnb， 对不对？它其中的这些秘辛可能是大家不知道的。我是你的地产一哥，我是你的地产大师兄。我们是南家的地产经纪，每个礼拜帮大家带一点点的地产干货，好让你们能够一步到位，买得不贵。那在我们当中的这位帅哥，请问叫什么名字？Hello， 大家好，我叫 Joey， 我是 Property Plus Management 的 broker。大家看到没有，制服都穿来了啊，一般都是狠人才会干这种事情，对不对？不是随便就有制服的哦。好了，那别的不讲了，现在大家都在这个 traveling season， 那你们一定是赚到盆满钵满了，是不是？为什么还有时间上节目？对啊。是这样的，就是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专门做这个物业管理的，我们做短租也做长租。OK， 短租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话题是 Airbnb。对。那个最近的生意怎么样？还可以？最近嘛，其实比较难做一点。说真的，现在对，等一下，为什么？对，这是都在 travel， 不应该很好做吗？这几年？对，按道理说是的，但是实际上呢，跟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为什么？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大环境、大经济嘛。经济不好，那大家选择出来玩的计划可能就不会那么多了。那相对的话呢，就是跟我们订 Airbnb 订房的，就是会比较少。有没有可能是跟这个亚洲的这个 travel 有关系？像日本的现在性价比不错，大家都往那边跑。对，我也想去日本玩。不过也有可能日本也要往这边跑的。对，其实不会，在过往的几年中，我们基本上的客人都不全部都是华人。对，基本上80%都是外国人吧，这么说。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跟大环境有关，没错。所以我们以小看大的话，就是大家前一阵子在讲说我们经济萧条，其实这就是其中一个 sign， 可不可以这样讲？很明显。那经济萧条当然就可以考虑很多不同可以做的方法，要是什么投资啊、买房，但我们这个以后再慢慢讲啊。对，那我们来讲一讲这时候怎么办？补救办法。那很多不要讲你们了，那业主委托你们的这委托方一定也都很紧张，那都没钱赚了呀。是，那怎么搞？通常呢，我们会跟房东讲说，我们是有2种方案，一种是就是我们继续这样子做，然后可能比如说经济好起来的时候呢，那肯定你的订房率会比较提高，然后你每一晚的价钱也会高，就是等死型的这种，不一定等死型，就是等机遇型，守株待兔型，对，等机遇型，因为这个短租呢，其实就是跟股票一样，就是有高有低，对不对？其实讲不准的，对，讲不准，因为我们有分市场好的时候，保守型的打法，经济好的时候，订房的人自然就多，我们每一晚的价钱呢，肯定就自然上得去，这样的话，房东就会赚的更多。等一下，对，什么叫每个？所以你们还会看每一天来调整这个？对，这个是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做的事情，因为短租跟长租不一样，它的价格是 daily rate， 基本上是每一天都要去做调整的。OK， 所以跟这个外面的这个 hotel 酒店是一样的，没错。那其实就跟竞争有关系的，对不对？对，其他人都标什么价，各种各样要调。对，这都是参考因素之一。所以它就算是像 hotel， 他们都会讲 ADR，average daily rate， 所以你们是这样子。OK， 明白。那来讲一讲补救办法，就刚刚是有保守型的打法。对，那补救的方法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是继续会帮你做短租，对，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会帮你改成一个长租的一个管理，中长租，对，中长租，对，没有错，对。但是呢，中租的话，现在目前我们是没有在做的。为什么？为什么？是因为现在中租的市场其实并不是那么好。你想想，短租市场现在都很差了，那你中租的话，很少人会有，就是说在一个地方住超过30天到半年这段周期。OK， 你可以理解，是一个很 niche 的一个 market。对，就是即便有它的量也不大。没错，OK，可是该给的都还要给。对。因为中租的话呢，你作为房东也是要把所有的床啊什么布置好，然后呢拿出放到市场上去租。那这种现在市场来讲的话，中租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空间，就是赚钱的空间。相反的话，会让你的房子一直在市场上就是按兵不动，就是一直会租不出去。就卡住。对，没错。OK， 因为不像1年的长租，你是 vacant 的，你是空房出租的，然后这时候租金可能相对会比较。对房客来讲会比较优惠一些，所以大家会多选择于长租。OK， 所以你们专业的打法就是说，不要去抠那个蝇头小利了，就是要不就是做
这个 polo 的两边，中间这个长租，要么就短租，短租租金多，对，风险大一丢丢。其实还好，短租的话看找谁了，看对不对？对，没错，这个说到点子上了。刚刚广告费结一下就知道了。对，广告费给多一点哦。对，就是在风险把控上面，我们做短租。这个方面是投入了非常非常大的精力，然后跟时间成本在这里面。对，这个就是你说的算了。什么叫投入？你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嘛。对，就是相对的话呢，我们会控制，比如说像短租经常会碰到的一些什么开 party 的事情啊。有，还有什么？我也开过。对，会在房子里抽一些大麻这些事情。我们都会尽量的去避免，就是在筛选房客的时候，还有像房客。会比如说，就最主要其实就是开 party 啦。对，我们在前期都会，其实也蛮扰民的，对不对？对，我们一会儿会聊到这个东西。对，没有错，是。好，那我们大家就知道，就是可能补救的办法吧。那跟我们聊聊一些干货的东西好了，好不好？那如果要考虑可能做投资，对，要拿来做 Airbnb 的话，那碰到这种情况就很担心了。那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要考虑的时候要考虑的几个点，没错那首先呢，现在来讲，像我们做 Airbnb 是17年就开始做了，做到现在大概也明年就是第7个年头了，是非常快了。有没有很痒的感觉？还好，关系老，资格好，还是不错。所以说呢，就是在这段期间呢，我们很多事情都碰到过，就是你想到的和你没想到的事情，我们都经历过。OK， 所以说呢，在现在的市场来讲的话呢，的确是比前几年我们刚开始做要严格了很多。对，那第一就是说，这个像大家应该也了解，就是说很多 city 现在开始在限制这个 Airbnb 的发展。说白了就是说，因为 city 想要去收税。对。那有些 city 是干脆不让做。那有些 city 呢，会就是说强制会加一个叫我们所谓的 TOT tax。那这个 tax 呢，就是说你做短租每租出去一笔，等于说你要收这个税，然后交给 city， 不然的话你就拿不到这个营业执照。等于是靠这个来颁发 certificate。对，没错，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再就是一个就是跟你的这个邻居的关系，这个也是。讲到邻居之前，我们还是要问一下，依照你多年专业的经验，给我们观众或是我们中间的 realtor 大家推荐一下，有没有哪几个 city 是目前相对友好的？对，这个当然会给大家推荐，像我们目前管理的，像海鲜大海呀、Rolla High、West Covina， 包括 Pomona、Ontario，这几个城市呢，都是相对比较没有那么严，而且相对是有点利润的，上道。对，但是呢，就是说。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千万不要去找一些旅游城市，比如说像安娜海，然后海边的这些度假屋，应该更好吗？对，我一直以为是应该。是我如果说你大概4-5年前问我的话，我会推荐，但是现在基本上是已经处于一个饱和的阶段。像安娜海，特别是安娜海那边，我们很多经纪人带他的客人买了房以后，过来找我管理，然后发现说，现在安娜海管得非常严，因为它周边有 Disneyland。所以说，像包括一些景区，像 Big Bear， 很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对，那 Big Bear 滑雪胜地，那像我们现在在进入那边的市场是不太可能的，基本上是没有利润了，晚了好几年了，好几年，对，一步好几年。对，所以说我会建议不要去跟那些已经很成熟的投资者去抢市场，因为你是抢不到的，你没有执照。可能就是我们现在你刚刚讲的几个 city 也不知道能够再多做几年了，没错，所以能够多做几年，那到时候如果需要买卖，那再考虑就是了嘛，对不对？是的。好，然后还有刚提到邻居，对，说起邻居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如果在座的各位朋友有 condo 这种房子的话，或者是 townhouse， 我不太会建议做，因为是有这个 HOA。HOA 的话，它的 restriction 呢会比 city 要更加的严格。是的，可以理解。那如果是你 single house 的话呢，也是要看你的 location。single house 呢，最好不要去买在 cul-de-sac 那种区域，因为这种的话就相对邻居是比较喜欢安静的环境。但是，一旦你如果放到市场做 Airbnb 的话呢，就会被恶灵缠身，对，会被投诉，会有经常的进进出出，这个是非常能理解的。那邻居不喜欢投诉到 city， 等于说你这边也就是不能做了，就搞活了，这个东西。这如果你是有执照可以做的，那为什么会投诉到你？对，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就是说，就算你有执照的话呢，如果像 city 一般接到投诉3次以上的话，他会可以强制性要求
Airbnb 还不是你要求 Airbnb 把你这一个房子的地址给下架，因为现在最近1年，所有的 Airbnb 的 address 都是 City 可以查得到的，不像以前可以闷声发大财。OK， 所以这个算是 violation， 其实没错，等于说现在 Airbnb 跟 City 是有协议的了，他们是必须要给 City 提供具体的地址。树大招风，对，没错。所以你刚刚讲闷声发大财，这也最好不要闷声啊，就不要偷偷的做。对，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跟经纪人朋友，包括房东也会讲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今天做 Airbnb， 不要说去害怕被邻居发现，要光明磊落。对，反而你要去跟邻居去打好招呼。像这一点，我们公司团队呢是花了很多时间去跟邻居搞关系，就是说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就是说一旦我们租的这套房子，比如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邻居会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系 ，OK， 然后我们会上门去处理，对，而不是说处理邻居。对，邻居如果说这个我们都是想要了解的，我们还是有一些黑道背景的，大家小心。开玩笑，没有，好，对，反正就是说不要说自己就是偷偷摸摸的做，然后这样邻居发现了以后呢，其实对你们房子是不利的。OK， 那还有这个，我知道像 Airbnb 很多一些 concern， 对，像是什么清洁啊、乱七八糟。你刚讲 party， 有时候还是不小心就发生了，对不对？那你们这边也有人去负责？对，我们通常都会在地方。这个是你们的责任还是业主的责任？就是我们会负责，这个是我们会负责的。对。然后包括所有的清洁，我们现在清洁的阿姨的团队大概有12个，那每个团队每一个阿姨都是负责特定的一个区域的房子。OK， 这样呢就能保证，就是说我们房客就是上午走，下午来，中间的我们所谓的清洁4个小时黄金时间，就是准备房子时间可以大大的缩短，也可以提高各位房东的入住率，然后这样增加你的收入。OK， 明白。所以那清洁这块的这个也是包括在你们的服务费里面是吧？对，没错，清洁其实短租的清洁基本上都是房客会去付，我们收了多少钱，然后会直接付给我们的清洁阿姨，并不算任何利润，这不算是 additional。那请问你们收那我们就直接单刀直入了，你们收多少个 % 的这个 Airbnb 的价钱？一般来讲说，对，管理费多少？对，通常呢，我们其实这个管理费呢，就是收营业额的20%，其实这个也是很简单的。OK，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月，我们帮你把房子租到5000，我们就收1000；租到6000收1200。OK， 那我们这服务呢，会包括非常多内容，就是说等于你作为房东，今天把房子交给我们，你只需要提供你的家具，把你的电器，洗衣机、烘干机、冰箱和电视这4件准备好。OK， 剩下的所有的事情，包括跟房客所有的沟通，然后房子的设计、内部设计，还有装潢，还有软装、画，然后这些设计师我们全部都包括拍照。我们全部都包括在服务费，所以这些就不再另外收费了，不再另外收费。给你们管的话，我就那几样东西要准备，剩下全部都是你们 take care。没错。然后我们的客服现在有3个客服是对接的，那就是一周7天，24小时，因为我们有客服在国内，所以说它能 cover 到美国的凌晨的时间，所以以保障我们的这个客流量就是不会流失。我插一句很快的话，我先跟你说一下，你说收20%，但事实上是。一般他的那个一般的物业管理，他们都收多少钱呢？这个很难讲，因为每个公司都有不同的服务嘛，那我们市场上都不一样，对，所以说这个就不清楚。明白。好，那还是非常不错的。那这个里面的话，还包括像是什么Netflix 啊这些对，给客人用的这些我们都是可以 cover 的。那还是蛮省事的。不错，所以还是要找专业的团队来做专业的事情，对不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干货哈，谢谢 Joey 在我们当中的分享。那 again 我们每个礼拜都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干货了啊，在南加这边我们是做经纪人，希望在地产的这个上面的大小事能够帮大家能够与大家分享排除这个疑难杂症啊。那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话，那你还在等什么？请你好好的关注一波，感谢你。谢谢。记得我们3年下去，那就在这边也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